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和朋友聚会喝多了，我对着执勤的警察搂搂抱抱，各种蹂躏，把小哥搞得面红耳赤，却怎么也逃不脱我的爱情五指山。事后我看着视频罪证，大为震撼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聚餐庆祝闺蜜脱单，我点了一杯某岛冰茶，假酒害人不浅。半杯下肚后，人没有倒，但疯了，不仅放声哀嚎自己为什么没有对象，还跟闺蜜打赌，说今晚一定要找到对象给她看看。结果接下来，我做出了能一辈子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羞耻行为。到了马路上，我四处张望，环视了在场所有独自一人站着的男青年，最后找了个最帅的屁颠凑了过去。那个最帅的是个正在执勤的交警，腰细腿长，身高1.8米，浑身往外冒着能干的气场。他正在站在一辆车面前交涉，义正言辞地捧着罚单。结果突然面前凑上了一个女孩，委屈又认真地看着他，泪眼汪汪的模样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警察小哥本来和颜悦色，准备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，下一秒我弱弱地开口：“你好，请问你能做我男朋友吗？”被开罚单的司机和我的朋友们都惊掉了下巴。小哥瞳孔地震，本来准备好的对群众的关怀，硬生生的被憋了回去。这不太好吧？我的眼里迅速噙满了泪水，眼泪开始啪啦啪啦的往下掉，委委屈屈的控诉：有什么不好的？是我不好看不可爱吗？我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身娇体软，还是36C， 为什么连个对象都没有？呜呜！这后半句脱口而出的太快，我闺蜜说她是真的没拦住。警察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服务，现在群众遇到了天大的困难，不可以帮忙吗？今天你是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我就强民男了。我傲娇的叉起腰，倔强地盯着对方。小哥哭笑不得，袭警可是犯罪，不要冲动。找不到，被拒绝，我越想越委屈，声泪俱下的扑了上去，整个人抱着小哥，怎么也不肯撒手。啊，这宽厚的肩膀，结实的胸肌，清爽的男人味，这是不付钱就可以碰的吗？我搂搂抱抱，强人所难，各种蹂躏。此刻的我已经陷入了迷蒙状态，无视苍天和大地，无视笑得快要岔气的朋友们和瞠目结舌的路人。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醉酒状态下的人能够做出怎样的虎狼之举。小哥涨得脸通红，想把八爪鱼一样紧紧粘着他的我从他身上扯下来，但又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扯了几次都犹如蚍蜉撼树。最后，他向我的朋友们投来了求助的目光。我的闺蜜们正笑得快喘不过气，歇息了好一会儿才上来帮忙。众人合力下，终于压制住了暴走状态下的我。被拖走的我仍然不安分，趁众人不注意又扑了上去，来来回回好几次，最后被无情拖走，还哭唧唧地伸手念道：“不要分开我们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”现场鸡飞狗跳，充满围观群众快活的哄笑声。警察小哥脸蛋通红，制服凌乱，呼吸急促，额头也往下流着汗珠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，而这些我都是在我闺蜜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感受到的。呵呵，人虽然毫无印象，但已经能抠出3室2厅了。第二天，我昏昏沉沉地醒过来，就对上了闺蜜黄倩倩放大的笑脸。她笑嘻嘻的，脸上是忍不住的姨母笑，笑得我一头雾水。你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捂着头，不记得了。昨晚我是不是喝多了呀？怎么后面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他哈哈哈哈哈哈发出杠铃般的笑声，然后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我干的好事，还献上了视频的罪证。看完视频，我直接人傻了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。视频里一个喝多了的妙龄女子，对着大街上警察小哥投怀送抱，激烈之程度把我看呆了。如果不是那张脸清晰的无法反驳，我绝对会痛斥恶作剧的黄倩倩她没有心。没想到啊，如果不是喝多了，我们真不知道原来你这么猛。黄倩倩巴拉巴拉的又说了一堆形容词，表达这件事给她造成的震撼。
他还十分惊喜地把手机屏幕戳到我面前，让我看清每一个细节。什么小哥真的很帅气，什么我中间鼻涕都擦到对方制服上去了，所以他们是怎么在笑得喘不过气的同时，还腾出手来拍视频的？是为了记录下我的黑历史，然后循环播放吗？我努力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一切，记忆在那杯某岛冰茶下肚后戛然而止。不，仔细回想，还是能闪现一些片段的。好像我喝多了之后，一会儿唱歌，熬着嗓子唱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；一会儿抱着闺蜜，认真的祝她永远幸福，早生贵子；接着扑在她肩膀上哭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，哀嚎自己为什么没有对象。闺蜜大为感动，说一定要帮我介绍个人类高质量男性。我哼哼唧唧地说，那不行，我要靠自己实力找到对象，你不信的话，今晚就找一个给你看看。所以才有了当街非礼警察小哥的名场面。哭了，家人们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尴尬的我们简直想当场去世。你这家伙居然都不记得了，真是幸运啊！这次可真是丢脸丢大发了，好歹还有个不幸中的万幸。但是黄倩倩语风一转，让人感觉事情不妙了起来。昨晚就是因为你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，你得负责。我还没有缓过来的心脏又受到了一波巨大的冲击，简直就要当场骤停。我咽了咽唾沫，压压惊，让黄倩倩一五一十交代下昨晚到底发生了多少惨绝人寰的事情。结果这事情就更离谱了。昨晚我投怀送抱的那个交警小哥，当时正处理完一个违章事件，司机还没来得及开走呢，就碰到了求警察小哥当对象的我。我猛女扑男，这司机是大为震撼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车子也不开了，趴在车窗上神情入迷地看起了热闹。后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有开车的司机停下来驻足观看。果然，吃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不分性别老少，谁都无法抗拒吃瓜的诱惑。结果有个司机呢，看得太入迷，没有注意距离，不小心地蹭到了前面一辆车的车屁股。哦豁，这当场又是一个交通事故。听黄倩倩说，我们走之后，那个交警小哥就去处理剐蹭事件了。据说那两个司机吵得厉害，谁也不服谁，吵得可凶了。虽然说吧，没有人员伤亡，但是你昨天非礼人家那么久，还凭空给人家增加了工作量，是不是去道歉下比较好？我沉思了片刻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时动然拒。找上门道歉？我还要点脸不要？不是江城城，人家任你蹂躏那么久，都没有因为袭警的罪名把你抓起来，你总得有点表示吧？黄倩倩眉飞色舞，而且她真的超级 man， 姐妹冲一冲，说不定下个月就是我们给你庆祝。别了吧，饶了我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地逃离这个世界不好吗？我拒绝。对了，视频是谁拍的呀？求求删掉。我心心念念的还是黑历史视频，毕竟昨晚的事我都不记得了，再尴尬再羞耻，都可以大手一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但事情却自己找上了门来。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接通后是礼貌又含着笑意的女声：“请问是江城城吗？”“是我。”“你是？”“你好，我们是市交警队的，这边有起交通事件显示跟你有关，可能需要你过来和车主协商一下。”我不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听完这通电话的，只是感觉整个世界都快要崩塌了，简直从没听说过这种事，就离了个大谱。总之，我还是哭丧着脸出了门，做好负荆请罪的准备，也没怎么化妆，顶着醉酒后苍白浮肿的脸和乱糟糟的头发就出门了。交警队接待的警察让我们在一边等等，说负责这起事件的警察会带我们过去。黄倩倩在旁边两眼发亮，摩拳擦掌：“是不是昨天现场的那个警察呀？”女警察愣了半秒，笑开了花：“是，不过这次可不能再动手喽，不然真要说袭警了。”“等等，所以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了吗？”过了会还是没人来，我捉住一个警察上去问：“你好，请问你那是个白白净净的小警察，看起来刚工作没多久。”
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涨红了脸，语速飞快地说道：“我有女朋友了。”不仅否认3连，他还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2步。不是，我只是想问你知不知道负责的警察什么时候来，不关心你有没有对象啊。我惊掉了下巴，石化了好几秒才领悟到他的言外之意，然后非常绝望地放弃治疗地走向了黄倩倩的旁边。你的事迹看来已经传遍了交警队，黄倩倩看起来十分愉快。完了，我的人生还有救吗？沮丧了好几分钟，突然面前刮进了一阵风，正是秋天，空气里带进来丝丝金桂的香气。和香味一同进来的是个身穿休闲卫衣的帅哥，有点像年轻时的吴尊，五官周周正正，身姿非常挺拔，不怒自威，只是站在那里就有种莫名的浩然正气。对上眼的那一瞬间，简直是心动啊！糟糕，眼神躲不过，但又莫名觉得这人长得有些眼熟。怎么会眼熟呢？我这种颜狗，要是见过，不可能毫无印象吧？而他看到我，竟然莫名其妙脸红了。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画面，还是这张俊脸，不过被放大了好几倍，和我似乎只隔着几厘米的距离，也是涨红了脸。画面里应该是离得很近，我能看清他的皮肤，还有黑眼睫毛，甚至还能回忆起呼吸的热气扑在脸上的感觉，清爽阳刚的，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。他似乎面有难色，嘴角挂着尴尬的笑意，时而头往后仰，时而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，眼里仿佛蒙上一层漂亮的水汽，宛如五雷轰顶。我想起来这个人是谁了，他就是昨晚被喝醉的我这样那样的警察小哥。一，我对不起你。伤心是一回事，另一方面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现在的我还是面色苍白，蓬头垢面的状态，就这样对着一个跟我曾经距离咫尺的帅哥。很好，就是觉得有些无法呼吸。小哥本来匆忙赶来，这会放慢了脚步，从容上前，是江澄澄吗？是黄倩倩开心的举手，警官，是我们。小哥咳嗽一声，正了正神色，我叫萧何，是来帮你们协商昨晚的交通事件的。他正经的时候可真是芝兰玉树，看起来好像没经历过昨晚的事一样。只不过对上我时飘忽的目光，还是暴露了他心里的尴尬。果然，看得我又多了几分愧疚，想必昨晚的事给他正直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昨晚我刚想义正言辞的道歉，就被黄倩倩给打断。我有点事先回去了。萧警官，我们家程程托你照料了哈，昨晚他喝多了失礼了，自责到现在呢。黄倩倩噼里啪啦一阵交代。你路上精心准备的道歉声明，待会给警官好好念念啊。他朝我挤眉弄眼，仿佛在让我撩汉而加有骨气，嗖的一下子就蹿眉影了。真是个乐天派。这种情况，我是有贼心也没贼胆啊。萧何解释了下为什么叫我过来。昨晚那2个司机在路上争执的严重，互相责怪对方不该吃瓜，最后居然很有默契地提到了瓜的主人，也就是我头上。自己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出了事还怪热闹，从未见过如此离谱之事。到了办公室门口，还没进去，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快炸天了。我本来鼓起勇气要挪进去，实在是没有勇气踏入。萧何看我这样也停了下来，现在觉得尴尬了，他有些好笑地翘起了嘴角，看得我本来因为紧张加速的心跳又快了几十下。这人知道他笑起来这么好看吗？严肃的时候阳刚十足，浅笑起来时又多了几丝缱绻，真的杀伤力巨大。有点，其实昨晚的事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怪那杯酒，非要叫什么茶，那能是正经酒吗？我沮丧地吐槽。放心，没事的，只是小剐蹭而已，问题不大，我会帮忙协商调解的。萧何，昨晚你被这样那样，现在对我还这么礼貌体贴，果然是人民好警察呀。我看着萧何两眼泪汪汪，真是怎么看都顺眼。屋里2个彪形大汉吵得脸红脖子粗，先是指责对方不该看热闹，然后问对方是不是想打架。比划比划着，2个人又回到了原点，把重点放到了为啥你要看热闹这个话题上。
你们见过隔着铁门龇牙咧嘴、恨不得打一架的狗子吗？怎么拉都拉不住。结果铁门一开，就都沉默了。真的，贼像。见此情此景，我只想在雨中大喊：你们不要再打了！怎么就有人喝多了干出那种事呢？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喝多了很正常吧？我家二叔喝多了还亲过三叔的嘴呢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他们就是这样吵到了现在。是啊，怎么劝都劝不住，工作不易，萧萧叹气。我本以为自己摊上事了，没想到来了交警大队，还能听上相声。一个字，绝。眼瞅着他们有循环一次，再从看热闹吵起的架势，我鼓起勇气冲进屋子。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喝那杯该死的某岛冰茶。如果不是我，也不会给你们看热闹的机会。多少钱？我来赔行了吧？虽然说出口我就后悔了，捂紧了自己的口袋，只能祈求苍天，希望他们的车是50红光了。两个大汉被我一声大喊给喝住了，齐齐向我看过来，脸上写着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我卑微鞠躬，连连道歉，谨记刚刚黄倩倩的教诲，捂着胸口展现了一个苍白娇弱的美少女。内疚、不安、痛苦全都写在了脸上，努力做到我见犹怜，家家同情分。萧何被我这副样子惊得愣了2秒钟，好在没忘记调解流程。两个大哥凶是凶，但也不好过分责怪一个娇弱的美少女，只是谆谆劝诫，让我下次别再乱喝了。我连连点头，十分卑微。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，收到了萧何竖起的大拇指。2辆车都有交强险，可以从保险出2000块，但前面那辆是亮4个圈，说2000赔不了，一定要让后面那辆多出点。只是后面那辆也不愿意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总觉得要不是前面那辆看热闹，也不会被碰到。2个人争执不下，就吵吵嚷嚷的要我过来。但真看到比自己小10几岁的小姑娘站在面前诚诚恳恳的认错，2个大哥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加上萧何在中间一本正经的唱黑脸，说如果不接受调解的话，会给他们开事故责任认定书，但按照客观情况，肯定会判定为跟我无关。毕竟占着茅坑拉不出粑粑，也不能怪马桶是吧？最后2个大哥各退一步，表示愿意接受调解，私下解决这桩事。小姑娘，下次别乱喝了，酒后乱性小得罚。你看看人家警察都被你搞成啥样了，我们没事，你可得和人家警察好好道个歉。是，我小鸡啄米的点头。嗨，萧何在旁边咳了2声，不动声色的要送人走。终于送走了2个大汉，我心有余悸的捂住了我的钱包，没吃早饭的肚子后知后觉的叫起来，脸色又苍白了几分，感觉脚步都有些站不稳了。萧何见我雨中芭蕉般的蔫掉模样，上来问道：你还好吗？还好，我可以的，我还有检讨书没念呢。我故作坚强，但人却无力的差点滑倒，还好萧何及时扶住了我的胳膊。萧何的手臂力气真大，仿佛有源源不断的力量从中传来，即使穿着卫衣，也能想象到清凉的夏日薄，剔下肌肉的形状。想到这里，我有些脸红了，赶忙从他手上挣开，谢谢萧警官。萧何的领导走了过来，开始了对群众不当行为的批评教育，唧唧歪歪说了一堆，大致意思是袭警是犯罪，还好我碰到的是交警，要是卫兵后果不堪设想，即使是交警也不能这样。这次是萧何从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一时间懵了，以后交警队会拿这个当案例，万一再遇上，直接一个过肩摔就完事了。我小鸡啄米般点头，因为我这件社死的事被当成案例反复教育，也真是前无古人了呢。教育完我以后，他不忘喷萧何，说他这次心太软，万一扑在他身上的人有不正当目的，他还怎么做好这个人民警察？这话说得严厉了些，虽然爱之深责之切，但看萧何垂下眼眸，我已经脑补出了美男落泪的样子。不忍看到美男伤心，我果断岔开话题，寄出了我羞耻的道歉书。警官，都是我的错。
正常人哪能做出这种事呢？所以我特地准备了道歉书。萧何领导见我认错态度诚恳，说意识到错误就行，倒也不必这么正式。但我不同意，不正式点怎么表现我歉意的真诚程度呢？况且这是刚刚文思泉涌在车上准备好的，可不能浪费。我乖巧地举着准备好的道歉声明，逐字逐句、声声气血、声情并茂地念。萧何的领导坐在前面，萧何站在我旁边，有种小学生带着家长念检讨书的感觉。都是酒精的错，他迷失了我的大脑，支配了我的躯壳，操纵着我做出这种非人的行为。我居然摧残了警察小哥，这可是庄严的警察，保护人民安全的警察呀！当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悄悄用余光偷瞄萧何，发现他脸上浮起了可疑的红云。我痛心呐！我为我的行为痛心疾首，哪怕他并非出自我的本意。旁边有个位置靠得近的中年警察捧着保温杯，听到这里咳嗽了2声，一口枸杞茶差点喷出来。如果不是警队，这里此时可能已经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笑声。说的萧何都习惯了，面部红心不跳，嘴角噙着笑意，淡淡地瞅着我。我眼里全是萧何的脸，准备好的台词差点都念不下去了，最后直接掩面作势泪状。行了，同志，我们知道你有多痛心了，知道错误就好，下次别喝这么多了，万一遇到什么危险。萧何领导老父亲般的教育了几句，看我的眼神似乎别有深意。完事后，我站起来，起得太猛，眼前突然一花，差点没站稳栽下去，还好被一个人扶住。抬眼看去是萧何，而我身前全环绕着他身上的气息，给人一种非常安心的错觉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嘴上说着没，身子却诚实的没有离开，面色十分虚弱。我有点低血糖，早上醒过来接到电话就过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吃饭。萧何，你送人家小姑娘出去吧，人家道歉心切也不容易。你今天不是正好休息吗？看看顺路的话可以送送她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萧何没有穿制服就赶过来了。昨晚的事害他还得大周末的加班，我觉得自己身上的罪又多了一重。萧警官，你住在哪个方向？不顺路的话就不用送了。我记出了乖乖巧巧、善解人意的大招。没事，我送你吧。我本以为会坐上交警的帅气小摩托，结果停在我面前的确是一辆闪闪发亮的 BMW。我愣了半晌，不是小摩托？想什么呢？公车私用可是要被处罚的。萧何笑得眉眼弯弯，声音听得我有些腿软，仿佛星子揉碎在了他的眼神里，简直就是曾经眼里有星星的陈晓。上了车，萧何正襟危坐，手握方向盘，稳得不行。我不时用余光瞄他，心里小鹿乱撞，想着该开启什么样的话题才能缓解昨晚的尴尬。萧何似乎注意到了我脸色不太好，还能撑住吗？低血糖的话得赶紧吃点东西，要不我送你去附近的餐馆。他可能只是客套，但却让我灵机一动。好啊，我好像是有点撑不住了。萧警官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？昨晚是我失态了，就当作赔礼。拜托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吧，不然我会内疚的1个月睡不好觉的。在我真挚万分的诚意下，萧何也没拒绝，然后我们找了个餐馆吃饭。不好意思啊，萧警官，今天害你加班了。没关系，为人民服务应该的。坐下来的萧何也是腰杆挺得笔直，风姿斐然。越看我越感觉自己昨晚真的是神操作，虽然干的不是人事，但眼光真的可以。我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面条，一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萧何，吃饭都吃得更香了。萧何被盯着盯着，脸色有些异样起来。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东西，是萧警官，你太好看了，感觉很下饭。完了，下意识的就说出来了。我本以为萧何会责怪我轻佻，没想到萧何竟然脸红了。不过他立刻正了正神色，露出职业习惯的正经，好好吃饭。萧警官，今天多谢你了，如果不是你协商，我可能都没钱清空双11的购物车了。聊着聊着，最后我成功要到了萧何的微信，借口说是万一事情有变，
方便及时联系我。刚刚打车去交警大队，我还度秒如年来着，但这回被萧何送回去就不一样了，简直恨不得路上再堵一点。可惜呀，周末这个点丝毫不堵，很快便嗖嗖地驶到了我家小区门口。临下车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对了，萧警官，既然就算走流程，责任也不在我这边，为什么要叫我去参加调解呢？萧何一怔，这个主要是因为涉及的相关方都在场，调解的成功性会高一些。如果走流程的话，会比较慢。这样啊，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回去后，黄倩倩激动地上来问进展，怎么样？哎，差点损失2000块。废话，我是问你和萧警官进展怎么样了，能不能让我们在下个月给你庆祝？我惆怅地坐下，我是要到了他的微信了，不过以后也没什么理由跟他接触了。这么帅气的美男，居然只有醉酒之缘，真是令人扼腕叹息。他都给你微信了，那这是有戏的节奏啊！我说江澄澄，这种时候不要怂，就是上，拿出你昨天晚上恶女扑男的架势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象都换了好几茬了，而你是聚会上唯一的单身狗吗？但凡要是你有昨晚的一半气势，我也不用给你介绍人类高质量男性了。还什么人类高质量男性？萧何那难道不是眼前现成的吗？而且一看到萧何，我知道我的心里已经容不下其他男人了。呜呜呜！黄倩倩语重心长地拍拍我的肩，你要是担心成功率，放心，有我这个军师，保证你马到成功。得到我的首肯后，黄倩倩迅速列出一套作战方针，连萧何可能在哪个路口值班都打探得清清楚楚。我震惊了，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你是魔鬼吗？黄倩倩酷笑，为了我姐妹的终身幸福，我可是动用了我7大姑8大姨的所有人脉。然后她笑嘻嘻地低声补充道，萧何的身材一看就可以承包你下半辈子的幸福，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又羞又恼地瞪了黄倩倩一眼，脚底抹油地跑到卧室里去了。大床很软，而我满脑子都是昨晚搂抱着萧何的触感。萧何的胸膛很硬实，肩宽腰细，腹肌结结实实，该摸的都被我昨天无意摸了个遍。说来也奇怪，记忆一点点回笼后，就连触感、嗅觉也变得清晰。萧何的胸膛，萧何的腰，萧何呼吸时的热气，萧何身上清爽的气息。完了，我沦陷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便屁颠屁颠地去了萧何值班的路口。这个十字路口车多，人流量大，常常有交警小哥在指挥。按黄军师的招数，我应该想办法怒刷好感度，最好是做点好人好事，因为警察小哥往往都被训练得一身正气，应该也会非常欣赏真善美。萧何站在路口，1.8米多的肩宽腰细的身材，配上一丝不苟的制服，格外养眼。他身子笔直的就跟路边的参天大树一样，往外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能看到萧何线条分明的侧脸。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交警小哥呀！我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目光放肆地吸着萧何，有种吸猫般的快感。结果在路口来来回回过了20来次马路，硬是没有看到一个需要帮忙过马路的老太太，需要帮忙过马路的小学生也没有，迷路的小学生也没有。好人好事没做上，人倒是快累瘫了。倒是有个穿着校服的小学生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姐姐，你刚刚过了马路，为什么还要回去啊？”为了未来的幸福，我一本正经地调笑。结果走在后面的小学生妈妈立刻追上来，把娃搂在怀里，带着娃走远了。远远的还能听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语重心长：“妈妈不是告诉过你，上学路上不能和怪人说话吗？妈妈，你只说不能和怪叔叔、怪阿姨说话，好看的姐姐也是怪人吗？”哟，这娃倒是挺会说话的。既然连一个旁观者都如此清明，我也就更有信心了。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最后到了不得不上班的点。我看了眼萧何，意犹未尽的地在心里告了个别。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。回去后，黄倩倩听着我一天的战绩，笑出了杠铃声。而我在掰着家里盆栽开出的花瓣，
一片片数着。他看见了我，他没看见我。我觉得吧，他们在值班的时候应该主要是观察车辆，还有人群的安危。马路上那么多人，哪里有功夫注意脸？可能在眼里都是一群白萝卜吧。别掰了，江澄澄这花被你折腾成啥样了？黄倩倩嗷嗷叫着扑上来，虎口夺花。我愤愤地说：不，就算是萝卜，我也是那个最亮最好吃的萝卜。第二天，我依然去了十字路口，不仅去了，还穿得美美的，脸上也涂了对直男杀伤力巨大的素颜妆。上次见面时蓬头垢面、满脸憔悴的尴尬场面，绝不能再次发生。结果萧何却不在，估计是不在这个点值班。我丝毫没有感到气馁，决定再接再厉，明天继续。就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快1个星期，上班前去，下班后也去，人都累瘦了3斤。就算和萧何没戏，这人变瘦了倒是也挺划算的。很快我就迎来了和萧何正面相遇的机会，只是没想到来的有那么一丢丢小尴尬。周末我一如既往地在十字路口吸萧何，感受着吸猫般无与伦比的快乐。大概是早上忙着出来没怎么吃东西，过了会我突然感觉老眼昏花，只看到另一个穿着制服的小哥走过去，似乎是要和萧何换班。等等，萧何这是要下班了？那我正好可以假装偶遇 ，say hi， 有萧警官，好巧呀。接着就随意问他是不是下班了，然后顺理成章地问他有没有时间，请他吃饭，感谢下上次的事。就连萧何拒绝，我该怎么回都想好了。萧警官，可能是上次请你吃的饭太敷衍了，这几天我总是做噩梦，梦里有人朝我喊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。说干就干，行动力决定胜负。趁萧何往路边走来，我拔腿就是一个箭步，结果大概是用力过猛，跑了几步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在地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脆弱的身躯要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时，却出乎意料地砸在了更柔软的触感上。抬眼看去，是萧何的剑眉星目的脸，有星星的眼睛里带着担忧。你没事吧，江澄澄？阳光从萧何身后洒过来，萧何整个人处在逆光之中，周身被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线。我半靠在萧何的臂膀里，全身都被清爽的气息环绕着。不同于女孩子身上的香香软软，是种非常干净靠谱的味道，似乎只要闻到这个味道，就能联想到有力、阳刚，还有荷尔蒙。我心脏狂跳，不同于酒醉时的搂搂抱抱，这次是真实的触感，真实的气息。我发誓，我20多年的人生中，从未遇见过这么偶像剧的场面，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我倒了，还倒在了萧何怀里。萧何还记得我名字？不，我这一定是在做梦。大周末的，早起肯定是不可能早起的。我这种人肯定还躺在被窝里睡觉，就连吸萧何的快乐也无法将我从被子里拽出来。于是我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来吧，让美梦再久一点吧。江澄澄，江澄澄，醒醒！结果萧何晃得更用力了，语气也更焦急了，有种看到大活人在身边撒手人寰的焦虑。等等，这也太真实了些。我立刻察觉有些不对，刚睁眼准备看看到底啥情况，结果萧何他一把给我公主抱了起来。您没事吧？我这还没反应过来呢，整个人已经在半空中了，人都傻了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萧何，从下方仰视，发现从这个死亡角度看过去，竟然也无可挑剔。啧啧，但这些都不再重要。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认真的吗？我宁愿这是在做梦啊！萧何皱眉，目光朝左侧看去，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见了已经变成了黄灯的红路灯。刚刚是趁绿灯的时候，萧何过马路，结果我那一个箭步跑过去，差点栽倒，被萧何给接住了。就在他晃我的时候，绿灯快结束了，他以为我真的晕了，情急之下便一个公主抱。仔细解释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么种情况。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该装死还是该装死。悬空的时间很短，大概不到10秒，我就被萧何送到了路边。他扶我靠在街边的墙角，开始继续呼唤我的名字。
我悠悠地睁开眼，萧警官，你怎么在这？萧何拧着的眉头微微松开了些，是低血糖犯了吗？萧何居然还记得我，还记得我有低血糖。我感觉自己又可以了。应该是早上没来得及吃，带吃的了吗？他看了眼我好看却没有口袋的衣服，蹙眉，接着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2颗糖果，先吃点补充下能量吧。我嘴里塞进了甜丝丝的糖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萧何一个大男人会随身带糖？没来得及深思，就听见萧何说道：“早上没吃饭，还在这里待这么久，怎么也该爱惜自己的身体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些许无奈的喟叹，听得我耳朵一红。不是，萧何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啊？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蹲点到现在，全都被萧何看见了。窒息了，救救我家人们！你都看到了。萧何脸上浮过一丝不正常的尴尬，因为今天人少些，所以会看得比较清楚。今天，所以还有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，这一周萧何全部都看在眼里了。我眼睛瞪得像铜铃，我还没好意思张嘴问，萧何就否认3连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今天正好看到了你，你是在找东西吗？嚯，萧何这还不忘给我台阶下呢。于是我顺势说道：对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丢了，找了好久了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这休息，我帮你找找。萧何一本正经，义正言辞。什么东西？是我的芳心啊，萧警官。我已经下台阶了，他却认真的一定要让我下完再说，笑死。也还好，丢了就丢了吧，以后可以再找。萧警官，真的谢谢你，你都帮我2次了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你是换班了对吧？下班了吗？要不要去吃个饭？我请你，就当作谢礼。终于还是有机会说出这句台词，看来连老天也在帮我。不用谢，帮助大家是应该的。萧何和善的笑笑。我脑袋瓜转得飞快，不一样，刚刚值班你是警察，可是下班了你就是萧何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我想请救我一命的人吃个饭，拜托了。萧何一愣，那你可以叫我萧何。我也一愣，脑袋里机灵了一下，然后微不可闻地喊了一声萧何。回去后在黄倩倩的逼问下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这个消息。黄倩倩笑得有些猥琐，怪不得江同学看起来春风满面呢。虽然只是称呼换了这一小步，却是我们关系的一大步。哎呦，这才哪到哪呀，听我的再接再厉，保证你一举拿下萧何。来，快给我说说今天都发生了啥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当听到我低血糖犯晕，被萧何接住的时候，黄倩倩脸上全是吃瓜的笑容。好家伙！不过我隐藏了公主抱那段经历实在是过于羞耻和令人回味无穷，就让它成为我的独家回忆吧。萧何，嘿嘿。就在我捧着脸傻笑，嘴里念叨着萧何名字的时候，黄倩倩已然化身为侦探，在旁边十分凝重。为什么一个大男人会随身带糖呢？他不对劲，但我的脑子里全都是今天相处片段的慢放，那些疑惑早已抛诸脑后。晚上我躺在床上默念着萧何的名字，回忆着今天的一切，时而傻笑，时而嘤，在床上扭成了一条曲。从萧警官到萧何，我和萧何之间还是没什么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质的飞跃。见面时我不再喊萧警官，而是语气上扬的萧何，也不会刻意太正经，有时还会开点玩笑。我不再刻意去路口偶遇他，但微信上却聊得火热。嗨，单方面火热了。天气有点冷了，下划线有点想吃火锅，你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火锅店吗？可爱的表情，撒娇般的上扬尾音，黄军师说这一套可以把直男拿捏得死死的。然后我们就认真地讨论起了火锅蘸料放不放麻酱的问题，吵得火热。晚上下班，我骑着一个小电炉，嘟嘟嘟地开往了路口。还没到路口，我就很自然地把目光放到了萧何站岗的位置，结果萧何却并不在。环视了一圈，发现萧何和另一个交警今天站在了人行道尽头的路边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骑着小电驴嘟嘟嘟地过去了，
本想不打扰萧何办公了，没想到却被他和旁边的人一个招手拦了下来。为什么不戴头盔？他旁边的同事问道。为了跟你说话呀。我盯着萧何笑得很灿烂，无意识的又沙雕了一次，直接把萧何跟他同事逗笑了。萧何在同事面前笑得挺不好意思的，美男尴尬也十分亮眼。不过还是得罚款30。萧何表情凝重。根据《我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第37条，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的，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，从本周一开始实行。这样啊，对不起，我可能没听说这个消息。回去我就戴，立刻准备上。是啊，让大家戴头盔，也都是为了驾驶人的行车安全。萧何那个同事开始进行道路安全教育。是，而且你们这么辛苦地检查，我们做市民的当然要好好配合。我乖巧地付了罚款，朝萧何抖抖眉毛，仿佛邀功般的暗示，看我表现好吧，是3好市民哦。重点是因为是萧何，我才会表现得这么配合。没想到萧何倒是为这事挺难受的，回去后就收到了他的消息。今天实在不好意思，不过规章不能不履行，才让你交了罚款。你没有伤心吧？当然不会，这可是你们的职责，我能理解的。规章就是规章，不能因为人情破坏了规章。我正气凛然地发了好几条。不过抛开身份，私下跟朋友聊天，今天我被罚款30块哎，要不要出来吃点东西，听我吐槽一下？黄倩倩看我兴冲冲的又出去了，一脸震惊。好家伙呀，逃不出你的千层套路。存钱失人，人钱皆失；存人失钱，人钱皆存。在不断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已经开始总结出了方法论。我以为我跟萧何就差临门一脚了，却迟迟没有人迈出这一步。不仅如此，我试着一段时间不理萧何，他居然也不主动找我。啊，这是在吊着我吗？我盯着手机屏幕望眼欲穿，也没等到那头的一声问好。呵，男人，这是你的新套路吗？不仅如此，黄倩倩也不再跟我一起合租了，要搬过去跟她的对象一起住。再过一阵子，他们就要商量订婚的事了。黄倩倩走的那天，我两眼泪汪汪，非常舍不得。她非常感慨地拍了拍我的肩，有种叮嘱好大儿的感觉。大橙子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有事没事都可以联系我，你的姐妹永远是你的僚机。我还没来得及感动，就听见了她的下一句：不过晚上9点以后就不要打扰我们了哈，那会应该比较忙。我不是想来看你发狗粮的姐妹。等于，黄倩倩走了之后，两居室变得空旷寂寥了许多。和萧何的聊天还停留在将近半个月前，我们之间似乎截然而止。人倒霉，似乎喝凉水都会塞牙，各种暴击接踵而来。公司突然交到我头上一个项目，还要1个月内完成，每晚几乎都得到10点才能下班。又是一个月黑风高夜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回走。虽然有灯光，但10点多的街道上人烟寥寥，尤其是走到我们小区那片，已经没什么人影了，看得人毛毛的。本来我是不害怕的，但走着走着，突然察觉到背后轻微的脚步声。那脚步声贼蹊跷，我走它就响，我停它也停，仿佛是一个人在背后隐秘的跟踪，想要不让我发觉。我心里一个咯噔，表面上还是装作若无其事，硬着嗓子嘟囔了一声“好冷啊”，然后加快了脚下的步伐，飞快跑回了家。我迅速关上门，反锁好，劫后余生般的喘着粗气。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进来还是觉得瑟瑟发抖，总感觉会不会有人已经潜伏到了屋子里，甚至潜伏到了柜子里、床底。啊呀，简直不能想，越想越头皮发麻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了轻笑声。妈呀，浑身鸡皮疙瘩一下子就起来了。我咽了口唾沫，仔细分辨着笑声的来源，发现似乎是从门外传来的。我大气不敢喘地走到门前，小心翼翼地贴上了猫眼，结果差点没被吓出尖叫。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正站在我家门前，低着头看不清上半张脸，不过嘴角挂着瘆人的笑容。我立刻检查了门锁，
跑到房间里关上门，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给萧何打电话。喂，萧何的声音在这个时候显得如此感人。呜呜，萧何，我在家，你能不能过来救我？刚刚有个男人跟踪我，还跟我到了家门口。怎么办呀？他就在门口。呜呜呜，他还在笑，吓死我了。萧何立刻凝重了起来。不要怕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家门牌号是多少？我报了地址，那边叫我不要挂，只听见那边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应该是萧何准备出发了。不要怕，门窗都锁好了吧？就算是撬锁芯或者暴力破解的话，也需要时间的。我一定会在那之前赶过去。我已经联系了你小区的物业了，马上会有保安上去检查。不过你记得不要开门，等我过去。萧何的声音冷静又柔和，似乎是为了减轻我的恐惧，放缓了语气。跟萧何通着话，似乎源源不断的勇气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心里镇定了很多。不过当萧何过来的时候，我还是恶狠狠地嚎啕大哭。一方面是后怕，另一方面是关于萧何。这么多天不找我，一通电话他倒是立刻赶过来了，连衣服都乱糟糟的，没来得及打理。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？这么想着，那眼泪简直就啪嗒啪嗒的往下掉，只是可惜不能变成珍珠。萧何把我搂进怀里，连声安慰：“不用怕，我来了。刚刚那个怪人好恐怖，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，现在才来？你到底……”我一边哭一边吐槽，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我已经被萧何搂在了怀里。温热的气息包裹着，在这个冬夜显得格外温暖。我丢失的芳心仿佛一下子就找回来了，逐渐平静了些。对不起，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封闭特训没收了手机，上次吃饭的时候跟你说过，你忘了吗？萧何温和地安抚着。好像是说过这么件事，但和萧何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的注意力全都在他身上，有些话是没注意。尴尬等于镇定下来后，我害羞地从萧何怀里退了出去，然后发现了一个问题：萧何为啥要抱我？安慰心灵受伤的群众，需要用自己的肉体安慰吗？我气鼓鼓的，你就是这样对待女同志的？只要有个有难的女同志在你面前哭，你就会抱着她安慰？萧何失笑，伸出手指点了点我的额头。你见过哪个遇到困难的女同志是找交警的？我来找你不是以萧警官的身份，而是萧何。萧何把我困在角落里，低头笑盈盈地看着我，那目光里带着一丝为宠溺的东西，温柔又炙热，看得我有些腿软。你什么意思？还不知道。萧何靠得更近，近得我有些招架不住。还记得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吗？江澄澄，我的答案是好。而我的脑子里已经炸开了烟花。在大脑搜索了2秒后，我回忆起了我跟萧何说的第一句话，那是我醉酒扑南前。看起来乖巧的女孩突然凑上前，委屈又认真地看着他，泪眼汪汪，十分可怜地开口：“你好，请问你能做我男朋友吗？”其实我是不记得的，还是之前黄倩倩绘声绘色地讲了所有的细节，说我冲上去就问人家能不能做自己男朋友。万万没想到，就这么捡了个对象。其实也不算捡了，前段时间我频频外出，运动量过大，连人都瘦了5斤。这哪里是捡来的对象，分明是辛辛苦苦凭自己本事找到的。真诚感天劈地，所以打动了萧何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但萧何居然说不是。但当我在问的时候，他一直不肯说。不是我去路口坚持不懈地看你的时候，我搂住萧何，仰头看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。不是。是我猛女扑男的时候。不是。莫非是我喊着自己身娇体软还投怀的时候？我震惊一脸，看不出啊，萧何你竟然是这种人。你的小脑袋瓜都在想些什么？萧何无奈地笑，扯了扯我的脸蛋。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困扰我很久的甜蜜困惑。后来我和萧何在一起约会的时候，被他同事看到了。之前猛女扑男导致2司机吃瓜把车给磕了的事一度广为流传，但谁也没想到竟然还有后续，一时间成了他们队里津津乐道的美谈。黄倩倩开玩笑，
所以扑倒小哥是成功密码。啊不，光是想到有不认识的人粘在萧何身上，我就已经醋意横飞了。某一天，有人故技重施，那是个彪形大汉，喝醉了酒，被查酒驾，猛地想要扑倒萧何。已经被再三教育过的萧何，当时就是一个过肩摔，直接把大汉给摔在地上了。我知道后，骄傲地拍了拍萧何的肩，不错，这才是有对象的人该做的事。萧何笑，主要是之前被你扑过，队里已经拿这个当案例说过不下5次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我走。我刚想走，就被萧何拉住了，他笑得眉眼如星。而且我只对你心软。该死，又是被这男人给聊到的一天呢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